家门前那场冲突造成56命，封闭的楼道里只有一个目击者，但他的证词却不被法庭采纳。当晚的真相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。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梁赞，它距离莫斯科200公里，是俄罗斯重要的城市。32岁的安东·弗兰奇科夫住在城外的叶拉特马村，原本这里有5000名村民，后来由于经济衰落，年轻人离开了村子，现在只剩下一半的人口。而安东·弗兰奇科夫却是个例外，他从外地搬到这里。2020年4月4日晚上9点47分，一阵吵闹声扰乱了夜晚的平静。住在公寓2楼的安东走到阳台上观察，有5个年轻人正站在窗下，他们看起来因为醉酒表现出十分兴奋的状态。安东认识这几个人，他们并不是小区的居民，但常常在小区附近喝酒游荡。于是安东拉开窗子向他们喊话，要求他们保持安静并离开这里。不过喊话并没有起到作用，双方立刻爆发了争吵。几分钟后，争吵依然在继续，而且5个人进入了公寓楼道，声称要去安东的家里教训他。随后楼道里响起了3次枪声，瞬间一切都安静了下来。5个人中的3个当场被击毙，剩下2个人是一对夫妻，他们从楼道里跑出来，身后再次传来了2声枪响，他们也倒在了台阶的下面。开枪的人正是安东·弗兰奇科夫。此时9点57分，从争吵到开枪杀死5人，仅仅只有10分钟。据隔壁的邻居说，他并没有听到争吵声，只听见了枪声。他还以为有人在楼道里放鞭炮。当他出门查看时，发现了其中3具尸体，一个侧身倒在地板上，另外2个趴在地板上。此时他还没有看到门外的另2具尸体，就立刻跑回家报警了。案发后，警方迅速封锁了现场，身穿防弹衣的特警抓捕了安东。经过法医的检查，现场有5个年轻人被一支单管猎枪击中要害，当场去世。其中唯一的女性死者被检查出刚刚怀有身孕。这场56命的枪击事件当晚就上了新闻头条，安东被媒体称为叶拉特马枪手。本案有一段黑箱时间，就是5个人进入公寓楼道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安东是出于自卫开枪，还是出于愤怒？据安东自己说，他家中有2个孩子，一个6岁，另一个孩子才刚刚出生。按照俄罗斯的法律要求，当天他正在家中休产假。晚上9点47分，窗外的5个人尖叫声吵醒了他的孩子，所以他才出去要求他们安静。随后5个人冲进楼道，扬言要杀死他的全家，还说要撕裂他的孩子。于是安东从保险箱里取出猎枪，并压上了子弹。5个人破坏了公寓的门，闯入安东的家。安东用枪指着5个人，双方进行了短暂的对话。当时安东的妻子正在浴室里洗澡，他并不了解外面的情况，不过听见了安东与其他人说话的声音。对话大概持续了2分钟左右。据安东说，对方不断地威胁他和他的家人，其中包括刚出生的孩子。有一个人突然抓住了他的枪管，企图抢走猎枪，另外几个人也冲过来殴打他。所以第一枪是抢夺的过程中由于晃动引发的，并不是故意要杀人。但是楼道里既没有监控，也没有邻居，当时只有安东的儿子在场。如果像安东所说的，他是出于自卫杀死了5个人，那么安东很可能会免于刑事处罚，因为在俄罗斯有过类似的案例，4名醉汉闯入1名男子的庭院，男子开枪全部击杀，最后无罪释放。那么现场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支持安东呢？警方对现场进行了检查，公寓门虽然有破坏的痕迹，但是因为门上的涂层并不能清晰地留下指纹，只找到了手掌侧纹。不过在俄罗斯，手掌侧纹不能单独作为定罪证据，而枪管上的指纹也很模糊。在死者的手上既没有发现润滑油，也没有发现激发子弹时所产生的火药，所以现场没有证据支持安东的说法。现在只剩下安东6岁儿子的证词，他是唯一一个目击者。在调查时他说，他看到了几位叔叔先殴打了他的爸爸，还握住了枪管，但事后法庭却没有采信他的证词。案情陷入了一个僵持状态。虽然现场的检查结果并不支持安东的说法，但是安东作为唯一存活的当事人，他的证词非常重要。而且当时从人数上来看，双方力量悬殊，
安东有理由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自卫。所以如果想给安东定罪，调查人员需要先证明安东在撒谎。于是调查人员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策略，对安东进行了审讯。这种审讯策略被称为传奇假设，它是俄罗斯内务部的审讯技巧，专门用来对付难缠的犯罪嫌疑人。虽然他们想证明安东在撒谎，但是他们先假装相信安东所说的案发过程，再表现出同情安东，鼓励他说更多的话，提出大量的案情细节疑点，让安东为自己澄清。这个过程，安东误以为自己已经掌握局势，逐渐放松戒备心理。他会越说越详细，甚至加入虚假陈述。当时机成熟，审讯人员会立刻换一副面孔，突然展示证据，造成心理冲击，再把叙述中所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提出来。他们的目的是让安东的情绪崩溃，认罪。传奇假设是法律上允许使用的技巧，它不构成欺诈，而是被称为心理策略。那么调查人员发现了什么呢？比如安东起初并不承认自己开了几枪，他说当时被5个人恐吓，心里十分紧张，所以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。但是通过传奇假设，安东谈起案发后，他先用抹布擦拭了枪支，又从枪里取出了弹夹，最后枪管朝下放入保险柜里。如果细节可以记得这么清晰，就说明他并没有失忆。调查人员还还原出案发过程的另一个版本。当安东听到噪音后，不仅取了枪，还装好了子弹，离开公寓，埋伏在入口处，向正在上楼的人开枪，3人当场死亡。后面2人转身逃跑，但安东没有停止杀戮，他追到了门外，杀死了他们。所以整个事件并没有自卫的痕迹。不仅如此，安东邻居的证词也不利于他。其中住在隔壁的邻居说，如果安东家可以听见吵闹声，那么他应该也可以听见。但是当晚既没有听见5个人的噪音，也没有听见楼道里的吵闹声，只听见了枪声，一共响了5次。所以邻居的意思是，安东蓄意杀死了这5个人。那为什么安东要杀死这些人呢？邻居们认为安东有某种精神类疾病，总是指责别人打扰了他的生活。安东·弗兰茨科夫在附近一家精神类医院工作，他在药房负责配药，妻子是一名精神科医生。医院给这对夫妻分配了一套住房，就在叶特拉马村，所以安东与妻子并不是本地人。叶特拉马村位于奥卡河沿岸，附近有大片的农田和饮用水都依靠这条河流。安东刚刚搬到这里，就对河水进行了取样检测，他发现水质受到了严重的污染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对村子的辐射背景进行了检测，他又发现村子周围的辐射过高。于是他去找了本地的官员举报，并将对话内容全程进行了录音。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，该录音被安东发布到了互联网上。不仅如此，安东在村子里还有一个外号叫真理爱好者，因为他对所有违反规则的现象都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。他会在马路上拦下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，进行批评教育。他在公路上开车时，如果迎面车辆的远光灯闪到他的眼睛，他会打开自己的远光灯，驶入逆向车道，以惩罚开远光灯行驶的司机。但以上这些还不算最出格的，他彻底得罪了其他村民，是因为一件小事。在村子里有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游乐场，安东平时也会带孩子在这里玩。可有一次，他看到一个孩子毁坏了游乐场的设备，而他的祖母就站在旁边，却没有阻止。于是安东将这一幕拍了下来，然后打成了一张很大的照片，并配文说，这对祖孙正在破坏公共财产。这张照片被贴到了村子中心最热闹的地方。当这位祖母听到消息赶到现场时，在人群里差一点晕倒。安东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村民认为他打扰了这个安静的村庄，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与制造噪音的年轻人发生摩擦。村子里还有另一伙吵闹的年轻人，他们无所事事，在村子里游荡，但他们并没有引起村民的反感。村民认为这些孩子不会做出真正的坏事。只有安东来到这里之后，他赶走了这伙人。安东警告他们禁止接近他所住的小区。安东的警告起了作用，
这伙年轻人不再靠近小区了，但新的麻烦又产生了。小区里存放的汽车无缘无故被人偷走汽油，小区的住宅也开始频繁地出现盗窃案。小区里的居民们认为，这一系列相似的坏事都是因为安东赶走了那群孩子引起了报复。叶特拉玛村的村长对安东也非常熟悉，据他说，安东既不是本地人，又没有参加本村的公民会议，却经常拨打市政电话，提出多种多样的建议，包括环保、景观美化，甚至如何对待流浪狗。所以真理爱好者的外号就是村长给起的。那么离开这个村庄，其他认识安东的人又都如何评价他呢？安东毕业于一所音乐学院，擅长演奏管乐器。他的音乐老师说，安东一直是一个安静的孩子，从不违反学校的规矩，所以他不相信安东会做出暴力的事情。而且他记得安东在校园里留下过很多温暖的时刻。俄罗斯的法制节目《人与法律》也来到了案发现场，发现可以清楚地看到安东家的公寓大门被破坏，门廊的位置有明显的打斗痕迹。而且犯罪专家也评论说，当晚的第一枪可能是不经意的，而且是在近距离发生的。但是法庭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本案的卷宗里也没有出现这些犯罪现场的画面。专家还指出，本案存在着现场取样粗糙、检查项目缺失，而这些项目原本可以证明安东是在自卫。2022年5月份，法庭对本案作出判决，安东·弗兰奇科夫在不出于自卫的情况下杀害5人，被判处无期徒刑，送往特殊殖民地服刑，并处以300万卢布罚款，而且在随后驳回了安东的上诉，维持原判。这次枪击事件在俄罗斯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，双方都有大量的支持者，约有300人去现场参加了5个受害者的葬礼，声援他们严惩凶手。但也有人认为，当地法庭并没有公平地对待安东一家，他们为安东的妻子组织了募捐，帮助他渡过难关。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